站在加德满都的市中心，喧闹的车声已经非常的尘土，即便闭上眼睛，这个城市的轮廓依然非常清晰。加德满都不仅是尼泊尔的首都，更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。在传说中，过去曾是巨大湖泊的加德满都，在文殊菩萨的到来后，用手中的智慧之剑劈开南面的山脉，让水流出，最后形成了加德满都所在的土地。在历经了几个王朝之后，10世纪前后的亚泽王朝算是加德满都的黄金时期。在那个时期呢，这边留下了大量的木雕，也在后续的王国之间互相竞争下，形成了现在的各个王宫广场。最初会想要去加德满都，不是因为奇异博士在那边有取景，而是因为我看了一位摄影师在那边拍出了我非常喜欢的照片。而在这几年间，在不断拍照的过程中，偶尔也会想到，到底是他很厉害，还是加德满都就是这么的美？只要去一趟，连我都可以拍到那些令我向往的照片。也有可能是我到了当地之后呢，才会发现，其实厉害的一直都是那位摄影师。我即便去了当地，也不会拍出厉害的照片。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飞一趟加德满都。而契机呢，就是某天张金老师提到，是不是我们该再找个地方去旅行？忘记话题是怎么绕到加德满都的。总之是这样非常临时的规划起了行程，然后就出发了。从台北出发，在曼谷停留了一晚转机之后呢，大概在中午左右就抵达了当地的机场，就特里万布机场。这也是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。由于事前呢，我们没有选到那些靠窗座位，在落地前呢，就看到靠在窗边的那些旅客疯狂的对外头拍照。当时我就猜到，我猜右边的窗户呢，应该是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。果不其然，坐在比较好座位的张金老师一落地之后呢，马上就跟我们炫耀刚刚他拍摄到的画面。台湾前往当地呢，需要落地之后再办签证。那由于旅客其实数量没有那么多，其实比起预期来说呢，行程更顺利了一些。整趟旅程呢，我们都住在同一个住宿啊，位于泰米尔区，也算是观光客会最聚集的一个区域。从落地时候的旅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蛮大一部分的人呢，都是来这边准备要登山的。但与登山没有太大关联的我们，决定好好的感受这个市区的文化气息。我们的第一站是王宫广场啊，正确来说呢，其实就是加德满都王宫广场啊，也是来了之后呢，才意识到，其实这边有非常多的王宫广场名字都不太一样。走到王宫广场路上呢，凭着街拍直觉弯进一条小巷，里面有一座比较小型的佛塔。对比起街道上的嘈杂，进入小巷之后呢，四下突然安静了起来，你可以清楚听到鸽子的叫声跟挥动翅膀的声音。虽然只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佛塔，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见到的佛塔。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当你环顾周围的建筑，发现那个风格确实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建筑风格，连郑颖都难得说出口。真的得出国看看这句话。加德满都皇宫广场绝对是一定要来的吧？必须得来，必须要来的世界文化遗产。没错，来的话呢，如果你今天是台湾人的话呢，门票4000块，我后面是那个售票亭，然后你买完票之后会得到一个 pass， 终于呢千里迢迢来到这个王宫广场。没错，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在修，第二件事情刚买完票，发现开到4点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4点13。哇！不提醒问，买的时候不会说要关门的吗？你买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超过4点。我今天开始呢，我就换个名字，我就叫盘子张。盘子张，卖票没有在讲说4点了呢，他是理所当然就是都给你了呢。这边
边都是他们原本的嘛。你看这个建筑的特色很明显是一样的，但是这边突然出现一个白色的。对啊，据说是某一任的国王，然后他去了不知道英国还是法国，反正他去了欧洲，就非常喜欢那边建筑，觉得真的太美了。他回来之后就命令他的人民盖了一个一样的、一模一样的欧式建筑，所以就形成了非常冲突的感觉。确实蛮冲突的。错了不要怪我，我听说的。在那个王宫广场的那个，它是庙有名字吗？女神庙，这叫女神庙。然后我们刚才看了火女神啊，因为火女神是不能拍的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就 skip 掉那一段。没错，但可以看一下她的生活的环境啊，因为她只能住在这里面。看完感觉如何啊？好小，对，年纪好小，年纪好小。之前就是说他们要经过很多选拔嘛，没错，然后你说是他要在什么要跟1000头羊一起过夜，然后他不能有一个晚上任何害怕的表情才能被选。继任的话，他还要去认那个他前任的库玛丽的物品，知道那是他的，然后叫出他的名字。而且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是有办法去到他面前，让他帮你类似祈福，你可以有点像祈福祷告。对，但这边就是只有看，我们大概看了大概不到30秒。对，蛮快的。这就出现一下了。但我觉得值得来看一下，毕竟是不同的文化。王宫广场，我觉得夕阳拍蛮好的。他已经把肖老师拉回来，肖老师想要飞到，他想要飞到，结果被拖回来，想要当做没人事情。肖老师已经中离了，玉涵已经躲在这边了。因为我们平常大家都没有想要进到画面里面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就请张晋之老师来分享一下这边逛一下感觉如何啊？很棒，我刚刚还学习了那个尼泊尔的棋盘，他们传统的，差点就买了。好快哦！我就是一个耳根软的人啊。我觉得这边要拍建筑的话，我觉得傍晚蛮好的。这几天天气看起来都不错，4点多啊，斜射光打在这建筑上面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这边挺开阔的。我点了一杯，它的杯子造型很可爱的，叫拉西。拉西，喝了就会 拉西，其实就是优格啦。优格叫拉西，感觉好像真的会拉稀，感觉很有功能，很有道理，就是很水的优格加养乐多，有养乐多的味道，可以想象到。对，就是一杯拉西，各自解读。大家讲过，就是一个混合，刚刚讲的，在家可以自己试试看。真的。对。我们现在看着那个王宫广场日落，我们这边呢分成2派，一派点了炒饭，没错，炒饭，因为尼泊尔的特色料理炒饭。一半点了咖喱，毕竟这个是印度旁支啊，所以点咖喱是必要的。还点了尼泊尔特色的 momo， 我大概只能用1个字来形容，就是特别好吃。印度咖喱，我可以吃一辈子，我这辈子都吃这个咖喱，我都可以吃下去。状况 OK 吗？咖喱健康的啊，咖喱健康。炒饭，你自己来。我觉得炒饭很好吃，蛮好吃。但我觉得它那个米啊很特别，就是它那个米超长的。它是印度那种长米，我觉得口感很特别，从来没吃过。我觉得啊，这一家的那个米是煮的很好吃的，因为这种米啊，就是很常会煮到就是太糊的，对。第一天就这么幸福是可以的吗？在前往加德满都之前，都决定要安排一天去看日出。那在我们抵达之后的隔天呢，马上就接上包车的旅程去看日出。凌晨3点多的车出发，一路上摇摇晃晃的抵达山上。我们就经历了1个小时的车程之后，从凌晨几点？3点45分啊，没有4点了，我们4点出发，5点左右到了这个传说中的 Naga Court， 要看日出啊。这真的是一个蛮不符合我们频道的一个行程。
我是啦，你很我是很常吧 OK 啦，我是很 OK 啦，但是有这么多人在，我蛮不习惯的。确实，那现在气温呢？大概是11度11度，舒适。冷死了。是那边人都快要冷死了，他们已经快要回车上了。我们好像有点太早来了。我们现在5点太迟了，日出是6点半呢。我还睡得有点太多，我2点45分就觉得差不多睡饱了。我7点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2个怪人。在寒冷的早晨，一行人等着太阳的升起，慢慢的有点晃神，直到导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叫我注意一下，前方的山很快就会有颜色了。然后慢慢的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，像是传递烽火般的慢慢染上了红色。结束了，看完了日出，现在太阳还算在升起的状况下，大家看看远方的山，很美啦。毕竟人生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子整个看喜马拉雅山？这个算日照金山吧？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刚开始投那个时候真的很黄，真的很漂亮。那一瞬间很亮。它山头就这样一点点。没错没错。对，好漂亮。我觉得蛮值得来的。确实。我觉得整趟你来尼泊尔如果4、5天的话，挑一天来应该还是要看一下吧。那玉涵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在夏天一点来。玉涵是那个已经到了，导游冲过来说，因为我们有包车嘛，要不把那个叫什么？其实我们早上啊，一开始在那个曙光的时候有金星，然后我就跟郑怡讲说，快叫玉涵上来看金星，然后郑怡就上来，我说玉涵呢，他说他在那边看也很好。我建议可以再热一点来，要不然就记得带发热衣，我真的是快要冷死了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加勒满都的一家书店，很酷的一间书店，它叫做 Pilgrim's Book House。这家书店呢，看起来非常有历史，里面的书呢，跟这个书店本身都很古老。但是还是会突然有看到什么 BTS， 对，或者是 Justin Bieber，对，旧书都是锁起来的啦，只有新书可以看。对，它的1楼呢有卖很多神秘的东西。对，来看看消费者有花钱的。最近圣诞节到了嘛，对，圣诞节配红桃姐妹，如果你要把它裱起来放在家也超可爱。结合的很好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可以来逛一下1楼，蛮多有趣的东西，因为大家可能不会买书嘛。然后它的3楼有那个很老的藏书，感觉就是这个跟着这一家书店的历史一起留下来的，很漂亮。我们拍了点照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接着呢，我们去了市区一座非常巨大的佛塔，也就是俗称的猴庙。抵达山上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刚好遇上夕阳金黄色的光线，那个光线打在白色的佛塔上，配上金光闪闪的金轮，真的是非常梦幻的场景。现场除了游客之外呢，也有满满的猴子，完全不愧对猴庙这个名字。至于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猴子，从传说中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当初文殊菩萨在修行的时候，为了专注而剃头，而头发成为了这座山丘上面茂密的树林，而头上的狮子呢，就成了满山的猴子。当你踏着阶梯往上走上猴庙的时候，刚好会踩过代表着每一天的365阶的阶梯。我觉得你可以一边思考一下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。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呢，有提到过去的加勒满都曾经是个湖。传说在湖的中央长了一座巨大的莲花，而在莲花的中央有一团火光，而猴庙就是为了守护这段火光而存在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时候有这种开场？为什么我没有被告知到？
这里是斯瓦扬布纳特，简称猴庙。猴庙那这个地方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猴子非常的多。哎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大概是寿山等级的啦。极密集恐惧症。如果论拍照来说呢，简单也是一个字形容，必须要来。这咋有好多个字啊？然后把4个字拼在一起，它这个整个形超级漂亮超漂亮。然后你刚刚有逛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，拍人拍景都很好拍。没错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要怎么拍，因为呢刚刚有逛的时候呢，我停不下来，来不及了大家看照片就好，我手特别痒，停不下来。我是不会被猴子吓到的，哎呦，因为就是很可爱啊，然后他们就很会找镜头，还有很多很小只的，很像在看动物星球频道的感觉。我发现大家照片都拍得很好，颜色很好看，你就来随便拍都是。有点错，原本是有点挫折啦。一来发现我也是厉害的群的一环，都是厉害那一群啊，也还蛮厉害的。许老师，我要讲什么？就是被吓傻了。对，就是猴子很多。路边随意找的 Lupini Tandoori and Naan House， 对，它就是卖 Tandoori Chicken 跟馕，它是现做馕，因为那一天玉涵说想吃馕，没错，特别找了一家看起来馕很厉害的店，很馕啊，一吃，哎呀，馕上口。哇塞，你手中囊中之物。哎呦，完了，立刻想一下，赶快！难上加难。徐老师换你了，不要吃了。每次录到徐老师的时候，他都在吃。你囊中有我，我囊中有你。价格呢，一片馕大概是20块，台币差不多。然后咖喱鸡大概是台币的70块，所以这样一个 set 不到100块。没错，它的肉很赞然后很嫩，鸡腿这么大，大鸡腿。博达佛塔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塔。你付完门票之后呢，你马上就会看到巨大的佛眼，佛眼俯视着加满都，代表了无所不在的智慧。而在佛眼的中间有个像鼻子一样的符号，那其实是尼泊尔文字的“一”这个字，代表着万物归一以及通往解脱的唯一道路。博达的佛塔非常巨大，周围有非常多的寺庙。那整个区域呢，被称为小拉萨，有许多藏民呢移居于此，所以在四处呢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五彩经幡。而至于博达佛塔为什么会这么巨大呢？传说中有位富人当年向国王祈求，可以建一座牛皮大小般的佛塔。而光听到说，反正就是一个牛皮大小，哪有什么困难的，就答应了老妇人的要求。于是妇人呢就将这一张牛皮拿出来，接着把它剪成极细的丝线。这个极细的丝线呢，就绕出一个非常大的空间，也就是现在博达佛塔的所在地。先不论这样呢，算不算诈骗了这个国王？但是呢，这座佛塔真的非常非常的壮观。我们在塔上的时候啊，刚好在撒那个番红花的水，而妙方在泼洒的时候呢，有非常有趣的技巧，它可以让这些水呢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，跟上面的图腾呢刚好形成对称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。
们现在在 Buddha Stupa 好像是加德满都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佛塔，很多地方都有，但这么大的就不是到处都有，它是可以上去的，绕一圈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时常会这样，但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刚好在换那个旗子，上面那个漆也是重新在黄色的那个漆啊，对，所以看起来特别干净。外国人要收400块，大家分享一下看的心得。那我们就从徐老师开始。怎么又说？好，那我就可以先讲。我觉得细节很多，可能就是刚好我们来的时候是他泼洒漆的时间点，所以呢，你好坏哦，细节很多，你好坏哦就是它是对称的哟。OK， 好，上下对称。它上面的眼睛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不一样，它的细节很多，包括它眼睛的形状，还有它眼白，一直到它瞳孔部分的那个颜色都不一样。然后中间那个像鼻子的那个，因为像鼻子像问号，听说是一的意思。然后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之眼，他随时都看着你。好紧张哦，他一直看着你，不要做坏事，不可以做坏事。看到有一种震撼跟感动。一开始我以为我到欧洲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有点哦，你说侧边的房子，旁边的房子，对，小欧洲，我蛮喜欢它，就围成一圈，所以你可以逛这个一圈，再逛外围一圈。就算是游客这么多，大家一直走，他们还是会有非常虔诚的人，一步一拜，一步一拜的，非常专心的在做自己的事。还有他们有一些人会靠着那个墙，然后再跟墙讲什么话。对，额头贴在墙上，额头贴在那里，然后它里面有缝里面有塞花，没错，然后在这边祈祷，我觉得哇，好，看了很冲击。这边呢，那如果你逛累的话，它周围的那个咖啡厅都是有2楼靠窗的位置，所以你可以从下面瞄一下上面，如果这一间的那个窗边看起来没什么人的话，直接冲进去上2楼，没错，找个好位置可以休息一下，顺便看个这个塔，值得，必须要来。这家店呢，在那个布达哈大道家 Stupa 的对面，他是吃那个印度香料饭，然后他的饭呢小碗的219卢比，蛮多的300克，然后附一只鸡，可能是鸡腿，可能是鸡胸，然后它有一个类似咖喱优格的酱，可以配着吃。左手吃饭，右手嗑金腿。我觉得呢，有点小挑食的人建议不要来，因为有人挑香菜啦。哎呀，老师不要哭。我是那种吃鸡翅吃到哭啊，还没去烧寺庙，你怎么就先？太感动了！我觉得尼泊尔一切都是汗欸，尼泊尔一切都太感动了。吃完鸡翅的感觉如何？我刚刚眼睛闭起来啊，我看到一座桥，那桥大概有8线道那么宽。然后一个阿婆拿一碗汤，然后问我要不要喝，然后我说那烫我不喝，所以都是麻汤。刚刚啊，薛老师就说可以吃吃看，我就想说老师应该不行，老师吃一口说还可以，他就把整只吃掉了。但我连舌头碰一下我就不行了。这些人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觉得还好啊。它除了上面撒香菜我不满意之外，它的辣很香，但是嘴唇会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麻啦，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后劲上来的。对，刚吃下去的时候觉得这哪叫辣？可是我们点的是最低辣度，最低的，我有点，因为它总共还有3个等级，我们是点最低。我好奇它最高等级会怎么样。而且我给他的一提示说 low 之外，我还说 low， 没有，他没有在理你。不过整体是好吃的啦，好吃，可以吃辣的人，可以吃辣的人是 OK 的，是 OK 的，绝对 OK，绝对 OK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今天感谢玉涵，因为他的优格酱他不要，好吃啦，下次来可以吃吃看。可以，才不要，辣酱，才不要。而我们在前往加德满都的最后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要去烧尸庙，也就是帕苏帕蒂纳特庙。那事前我们其实就有做过功课，知道尼泊尔的烧尸庙呢是可以参观的，印度是没有办法的。沿途会看到非常多的苦行僧，那如果你要拍照的话呢，是需要付费的。那对于要付费拍照这件事情呢，稍微有点提不进的我，所以就没有留下更多关于苦行僧的画面，我们就直接一行人呢走到了河边来看仪式的进行。
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，跟我们前2天的尼泊尔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满地的花瓣啊、垃圾啊、烧过的东西啊，然后人就在旁边或坐或站或躺或卧，很冲击，连这边的狗都跟加德满都街头的狗不一样，就真的很像来到一个印度吧，因为我们前几天还在我们想象中的印度，对，我们早上还在夸说尼泊尔的狗狗都很胖，对，吃得很好，都不会缺脚。我刚刚就看到很瘦，然后缺脚也有缺脚的。或者你可以说，如果你想要感受真实印度的感觉，但是你又不敢去印度的话，那么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烧尸庙应该可以让你更对。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会共感比较强的话，就不要来了。就是你可能最近有亲人过世，或是你对于生死这种东西比较敏感的话，就不要来。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真实的葬礼过程。对，就是旁边就可能左边有人在哭，然后右边有人在烧尸体，然后就是这边还有人在跟你要钱。而且像它分2边嘛，有一边就是不是那么高级的，没有棚子的话就更赤裸，直接就看到它就在那个斜坡上。对，就是你如果很想要感受到强烈文化冲击的话，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，绝对是够影台。而让我最深刻的呢，其实不是那些烧尸的过程，而是在河边的小孩子，当尸体烧完之后，尸体推到水面上，那小孩子会在水中寻找有没有这些往生者遗留的一些物品，一边是家属在痛哭流涕，一边是在波光粼粼的水中翻找着之前东西的小孩，我觉得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画面。我们整趟行程的最后一个地点呢，是帕坦皇宫。帕坦皇宫里面的帕坦博物馆呢，被誉为是南亚最美的博物馆。在那个博物馆的2楼展间中，有非常多精美的神像，尤其是象神甘尼许的雕像非常的多。作为湿婆的儿子，他被尊称为排除障碍者以及智慧之神。所以对于尼泊尔人来说，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计划，无论是要做生意或者是要考试之前，都会祭拜他。在加德满都的街上呢，也有非常多象神的雕像，那你都可以看到早上清晨出门的人呢，都会祭拜一下。在帕坦王宫呢，有2只巨大的大象雕像，传说中国王雕像上面的那只石鸟如果飞走了，这2只大象呢就会去旁边的水池喝水。先不论这2只大象放风时间是不是很多，但这个传说真的是蛮可爱的。虽然说帕坦王宫距离它没有去比较远，但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来一趟。整个王宫的结构非常的漂亮，展览的物品呢也很值得一看。这里是哪里？今天这边是帕坦王宫广场，哎呀终于有一个我念得出来了。第一次是你而且念欸，不用记得，就2个字而已，没错再记不得也没办法。没错，这个号称是最古老的王宫广场最古老的，因为是王宫广场，所以它的卖门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，跟一张观光客的这个挂牌，就是长这样了。然后一样有一张那个博物馆的那个票，然后可以进到里面博物馆看一下。博物馆还不错，然后就一些很老的一些雕刻啊，跟它有那个这整个建筑的那个立面的绘制图啊。然后这整个广场呢，感觉比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个稍微小一点，但是这边的建筑不得了，很漂亮，真的超漂亮的，细节也是满满，超级漂亮。有一些建筑是只有当地的人可以上去，但 overall 来说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而且它建筑密度很高，对，所以虽然小，但还是超多可以逛。拍的时候比较容易，蛮多栋都可以组合在一起拍的，对，适合构图。而且我喜欢它整区很密集，拍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很有刚刚我们讲过了啊，因为另一个王宫广场有一栋白色的那个，感觉有点突兀，卡卡的。我觉得这里比第一个广场好，就是呼吸起来比较舒服。第一个广场，我觉得在旧城区的必经之道，所以很多人其实是经过那边，而且车会一直到那个广场去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整体安检是蛮合理的。我感觉这边在他们当地应该也是有名的，
因为我们看到好几团小学生来校外教学，哦，没错，而且老师刚刚就是 GD 出场，对，你这辈子最知名的15分钟。不要用在这里，我就跟你说，这时候就要推销你的线上课程，卖给谁？小朋卖友。在帕团宫里面呢，我们有遇到一个不知道小学还是国中，我实在是不太会区分那个年龄哦的校外教学。当地的学生呢就起哄着希望我们可以帮他拍照，然后本来一开始是拿起手机，然后说不要相机哦，就拿起相机，然后帮他拍几张照片之后，我就有点烦恼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把照片交给他们。那我就再跟他们询问之后呢，他们就说不用，他们只是想要被拍照而已。因为当地人是这样的性格，我其实非常享受那几天在街上拍摄的时光，在陌生的文化、杂乱的街道，完全没有任何秩序的交通，随时都有尘土飞扬的街道。可能因为天气非常的不错，其实让我非常的沉浸在这个充满色彩的世界里面。那个地方的时间仿佛走得特别的慢。如果你硬要用现代城市的思维套在上面，我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体验到这个城市的生活。而最初思考着到底能不能来到这个地方拍到好照片这件事情，早就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拿起了相机，拍下了许多我喜欢的照片。而如果下一个人因为这些照片也会产生向往，而真的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想应该也就足够了吧。